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4位老师是谁吧？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周老师，欢迎周老师；著名的心理专家白燕怡白老师，欢迎白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各位请看，我们2个相处2年多了，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一开始也都很融洽，但是现在的我们经常吵架，有时候半夜12点了都还在打电话吵架，就没有哪一天是开开心心的，没有矛盾的。我觉得我好像对未来我们还能走多久失去了信心。我感觉我们之间挺好的，我很喜欢他，我家里人都很喜欢他，只是我感觉他对我的要求有点多，感觉总是要配合他的想法去生活，有时候会感觉有点累。我也想有我自己更多的空间和自由。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郑来自云南，20岁学生；女嘉宾小李来自云南，20岁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编导跟我说，这是一个喜欢爱玩消失的男生，说女朋友经常找不到他，是不是？是，就是经常就一整天没有一个电话，然后就没有一条消息。谈了多久就这样了？懈怠了1年多了。不是一个学校的对吧？不是一个学校，他们学校在那个城里面，我们就在乡下一点嘛，然后呢，学校离得很远，对，交通也不方便啊。所以你是希望他每天都有问候，但是他经常消失，是吧？对，就是这样的。今天哪位要来的？他要来干嘛？分手。才好的时候就特别好，就随时都会发消息给我，打电话给我，然后就做什么事都会就提前跟我说一声。然后到现在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从来不告诉我。之后我打电话去问他，我说你在做什么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打游戏啊，忙啊，睡觉啊，先挂了，待会儿再回给你。然后一等又是3、4个小时或者1天。他打网吧也是，有时候就特别过分。我说你1个星期去1、2次网吧我能理解，但你别去太多呀，去太多对身体也不好，什么都不好。那你去那么多次，我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然后他就跟我吵啊，有时候直接闹到要分手，就必须得去这网吧。你明明就知道第2天早上有课，你去网吧通宵，这合理吗？那你说有课可以不去上吗？你为什么不去上课呀？然后我们在学习，好吧？我觉得读书是应该是第1位的，对吧？然后呢，你平时如果你想去玩，对吧？你星期5下午是没课的，你可以去玩一会儿。然后你就每天晚上都要跟我说，每天晚上都是打电话来，声音特别甜，就宝宝，我今晚可以去打个网吧吗？我一说不行。然后他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道理？不讲道理，那我们分手吧，我们不合适，你太烦了。”我有提过分手这个档次吗？你提过2次，就是因为你去网吧，你就提过2次。好，那不提网吧这件事情。你说你5点半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啊？就因为你做了一个梦，就跟我吵架吵到8点半你都不停。我就梦见我2个吵架嘛，他就跟我提分手，然后分了之后呢，他就去找另外一个女孩子了。如果你给我足够的安全感，我会做这样的梦吗？我也打电话，我开始没跟你吵架，我就是跟你说，亲爱的，我做了一个噩梦，然后我现在有点害怕。你明明就知道我就怕黑嘛，我特别怕黑。然后呢，我就跟你说，你跟我聊会儿天吧，我不太敢睡。然后呢，他就说我好困呀，咱能睡觉吗？明早再说。我要睡得着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吗？那你打电话过来，我没安慰你啊。是啊，你安慰我了，你给我的安慰就是宝宝我好困啊，要不我们先睡觉吧？这算安慰吗？那你要怎样啊？那你给我讲个故事哄我一下怎么了？后来我没给你讲故事哄你睡觉，每天晚上我都讲故事哄你睡觉，好不好？这确实你做的是比较好的一点。我真的特别怕黑，超级怕黑。好，这个他知道就行了啊。那个他每天晚上都给你讲故事睡觉啊？可以啊，这很可以啊，每天晚上都讲啊。对。
但是他讲故事就特别，这个我更气的一次是，不是每天晚上讲故事，你还想怎么着啊？不是他不是主动说给我讲的，就是他一天都没消息了，然后呢，我发消息给他，他也不回，然后我就只有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回个电话给我，就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宝宝，我刚刚在打游戏，要不我待会儿再回你电话。我说好吧，我忍。然后呢，过一会儿就2-3个小时，然后要睡觉了，我就打电话给他，要不你给我讲个故事？他讲故事啊，那等我先去搜一下。我觉得如果他一直都知道我有这个习惯，对吧？他为什么不能提前搜好呢？哎呦呦，那我给你讲完故事，我说快睡了吧，时间不早了，你怎么说？我还睡不着，再陪我聊会儿吧。几点了那会儿？你刚好的时候你都是这样对我的呀，为什么现在就不可以？好吧，你们俩现在是不是经常吵架呀？对，还有就是平时我周末我会出去做兼职嘛，我觉得不要靠父母了，但是他从来不会。每个月他妈给的生活费其实都不够的，然后有时候都是我贴给他的。那我没出去做兼职吗？你告诉我。你当然出去做兼职啦！你没发现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用超了的吗？然后那些钱全是我添的，好吗？有一小部分是我给你的呀。但是那都是你妈妈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苦一点呢？你妈已经养你到18岁了，好吧？你为什么就不能回应一下她？给你了，好不好？你每次你那算苦的吗？一到那里你就会很生气，然后呢，因为我妹妹班出去做兼职都是有领队带着的嘛，然后呢那种，领队一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他就会生气，就说不想做了，各种。出来做兼职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别人能忍你就不能忍呢？那你说读书期间出来做什么兼职呢？你告诉我。那我想问你，你喜欢你的专业吗？因为我们2个的专业都是家长报的，自己都不喜欢。我觉得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专业，要想有未来的话，你得自己出去找点事做，对吧？我觉得多认识些人也是好的。但是他呢，他就特别不理解。他说大学时候就是打游戏啊，读书，把该考的证考完就可以了。你又不喜欢你的专业，你以后又不想从事这方面，你为什么就不能出去做点兼职呢？那你说读书期间你出去做兼职，你为什么要回来抱怨啥的？没安慰你还是没怎么着啊？因为我一般出去做的兼职就是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嘛，就做一下那种平面模特之类的，然后呢就很累，每天都特别累，回来脚要么就起泡，要么就流血。我不跟你抱怨，我跟谁抱怨？难道我没安慰你吗？没帮你揉脚吗？你那个算安慰吗？你永远都是这样，然后就做不到就不要做了呀，为什么要折磨自己？那我不做的话，以后谁来养我呀？然后呢，好吗？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发火，就哭，然后后来他才会开始安慰我这样。关于未来，你们俩可能有不同的认知和看法，是吧？经常吵架，在生活里吵架，最后谁帮你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自己解决？朋友解决还是家里面人给解决？通常会怎么解决？自己解决，因为我就是哭点有点低，然后他一骂我就会开始哭，或者一吼我就会开始哭，然后哭了他就会心疼，就这样。所以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争吵，女生哭，男生哄，是这意思吗？觉得他对你的爱少了，对吧？你追我的时候你可以特别爱，你把我追到手以后，你现在不是那么在意我了。男生说你好像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听过我的心声和关心过我，你是不爱我的。那怎么这段爱情还拖了这么久呢？未来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周群老师。刚刚我听你们俩这一段争吵，我就觉得从心底里特别可怜这2个孩子。大好的青春，你们俩这么美好的样貌，又有机会走在一块儿，然后你埋怨他去网吧，他怪你不关心他，有这么多琐碎的事情把你们这么大好的青春给淹没在这些唾沫战当中，我很震惊。我觉得人一生当中让你最幸福最快乐的爱情不可排除，但理想就是你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你的梦想更是支撑你往前走的一个巨大动力。爱情是锦上添花，但是你的梦想和理想一定会让你的生活特别充实，不会让你在半夜里每一天睡不着，做同样的梦，打电话给他让他给你说故事。我有这个时间，我可以做很多自己的事情。
不可以让我的生活很丰富？爱情只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们如果把它变成纠缠彼此的生活全部的话，那真的看不到未来，眼界太小了，格局太小了。生活那么美好，值得你们追寻的，值得你们享受的，值得你们去把握的太多太多了，好吗？谢谢周群老师啊，海老师。我见过很多年轻人的爱情，20来岁的，有朝气的，阳光的，健康的，但你们的爱情让我感觉到特别的空洞。一个女孩子自己有上进心，非常好，但是却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无能为力，然后都去拽给一个男孩子，而让这个男孩子成为了他的拖后腿的对象。然后最终你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是想展翅高飞，可是你被一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就给毁了。那到底是阿斗毁的你，还是你选择的这个人毁的你？这个男孩我也是非常的心疼，一个原本应该长得挺帅气的，20岁大好年华，然后说话没有中气，唯唯诺诺，甚至当你的女朋友说你都20岁了，你还拿你妈的钱，你就这个时候我看到你有一丝丝的愤怒，但很快他又淹没了。怎么才这么一小小就活得如此的颓败？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2个生命，要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行进下去的话，我看不到绽放的那一天。所以谈什么爱情，不过就是2个可怜的孩子，在互相依偎着，想要去对方身上索取一点爱的味道。但其实爱是什么？对不起，你们2位都没有经历过，更不会给予。谢谢你们。谢谢白老师。来，莎娜老师。分享几个词儿给你们，一个是独立，一个是成长，最后一个是自私。先说自私，2个人都太自私了。女孩在5点半醒来给自己的男朋友打电话，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你会不会想到会打扰到他的休息？会不会想到会打扰到他寝室室友的休息？而理由是什么？因为你做了一个噩梦。独立是什么？独立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感到空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有你自己的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你知道去兼职去干什么，这很好。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拽着他？就是不去干涉他人的生活，也是最基本的。然后就是成长，成长是2个人都要的，尤其男生。我记得你在刚上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听没听清楚哈。你说网吧他们都去，同学们都去，我不去不行啊，课明天不上可以啊，后天再去上啊，就类似这样的话，对吧？对。大学生哎，我从来没听到过哪个大学生说网吧我是一定要去的，课我可以不去上。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恋情可以先放一下，先学会成长，先学会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然后再去思考怎么样谈恋爱，怎么样爱别人。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我爱的只是因为你是你，而不是因为我爱的是因为你爱我，你对我好，你能忍受我，能为我付出。如果我爱的只是因为你是你，我就会不计成本。但如果我爱的只是因为你爱我，能对我好，我就时常会去权衡付出与回报的比例。你们俩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为我做点什么，我才能为你做点什么。那有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爱，是有这么一首歌，它就好像时时刻刻有些年轻人在告诉我们，你看我们才懂爱情。哎呀，深更半夜给我讲故事啊，好浪漫。你们这些老胳膊老腿都会晚上给我们讲故事吗？但你的这种爱是形式，如果真是发自肺腑的，永远不会计较于这些形式，也永远不会计较那些所谓要求的回报，而只是因为
你是你，所以我爱的就是这个。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们归结起来，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在读书的年纪，2位在读书的年纪，你们就别再谈恋爱了，你们先好好读读书，先让你们的生命绽放一下，绽放得更美的时候，再等待爱情的到来。这是我听到他们4位讲的最核心的东西。我也是从我内心的体会，我翻译给你们听，因为你们俩现在真的没长大。男生还一心想着我要在网吧和女朋友之间做一个平衡的，女生还在我要一个娇宠和我做管理者的这个平衡，别较劲了。好了，一起进入真情60。你所说的一切我都会改，我知道我的毛病存在哪些，但我不想失去你。对不起，我错了。就有些方面确实是我错了。行了，谢谢2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啊！来，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在爱里等着你，陪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亮灯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祝你们幸福啊！请回，谢谢你们。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年轻人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爱情的意义是什么。希望他们慢慢成长吧。来，了解下一季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俩相处3年了，在大学里的时候相处的挺好的，可是现在工作1年多了，我们俩的矛盾越来越多。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我俩都说不到一块儿去，一点小事也会产生矛盾，感觉不知道还适不适合再走下去了。我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有计划的去做，但是他就做什么事情都太随意了，这点我就非常不能理解。把事情都计划好，按计划有条不紊的去做，难道不好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飞来自河北，23岁职员；女嘉宾小赵来自河北，24岁职员。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啊！老师好。谈恋爱多久了？在一起3年了。3年了？对。哦。谁要来？是我要来的。干啥呀？最近我俩就是有点矛盾吧。哦。然后女朋友有点想跟我闹分手，不想跟我在一起了。你来挽留的是吧？对。怎么了？谈了3年，发现不合适了？他毛病太多了。都有些什么毛病啊？他特别就是喜欢喝酒，每次吧基本上每天都要喝，每顿他都要喝。就是他自己喝酒还不算吧，他还要让我陪他喝。如果我不陪他喝呢，他就特别不高兴。我感觉就跟你喜欢喝饮料一样，你喜欢饮料的味道，我喜欢酒的味道。但是每次呢，我也不多喝，每回我也没有因为酒误事啊。我问问啊，白酒、啤酒啊？有时候白的，有时候啤的。每顿都喝是吧？基本吧，也不是每顿。早上喝酒吗？不喝。中午喝，晚上喝。晚上是有时候喝，是有时候还是天天喝？就基本上算是每天。啊，每天都喝，喝多少啊一顿？啤酒也就是1瓶2瓶的，白酒也就是1杯吧。啊，这多大的杯啊？1斤就2两杯，2两杯。
你不喝酒的时候难受吗？也不难受，我就是习惯喝酒嘛。能戒吗？戒到肯定是也能戒。他不能戒，根本就因为我不跟他喝酒，然后后来他就不怎么跟我吃饭了，就经常会去跟朋友一块儿去吃饭。主要这个吧，你看有时候我朋友来找我了，然后我跟人家去吃饭也是在情理之中嘛，然后我也叫你去了呀，你也没去呀，没回呀。那我那次是特别生气啊！那次我们在电影院都已经订好票了，然后他说他的朋友要来，我们都已经订好票，他去取票。后来票都没取，他直接把票就退了，然后他再告诉我他朋友来了，他要跟他朋友出去，然后让我自己回家。上回是我发小嘛，我发小我们多少年没见了，10几年没见了，从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我不跟你说过情况吗？然后他就去云南了，他爸在云南工作，整个家都搬到云南了，10几年才回来，正好就给我打电话。你说发小那么远来找我，那么长时间没见面，我总不能就撂下他，咱俩看电影去吧？可是那个电影我真的特别想看，然后他也没有送我回家，就是让我自己回去。咱俩这么长时间了，我感觉就真的可能会把你往后边稍微放一下，就是把朋友放在先上。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的介意吧？那不仅是你的朋友呀，有的时候我的朋友感觉你对他们都要对比我好呀。咱们不是去我去北京，你去接我，然后我朋友跟我一起。结果后来我们从那个楼梯口下去的时候，我跟我朋友都拎着箱子，他就直接提起我朋友的箱子就走了，我还在楼梯上呢，我也有箱子，他就没有帮我提。他拎着一个大箱子，你拎着个小箱子，我都感觉先把他箱子接过来比较礼貌嘛。哪有说不帮女朋友提箱子，然后帮女朋友的闺蜜提箱子？那会让我闺蜜觉得你对她有意思呀，不会，她不难道不会那样想吗？那你说我感觉有时候你也真的是在我朋友面前挺不给我面子，挺不识大体的。就是上次嘛，就说咱们聚会吧，然后10几个人20几道菜那个，我自己把菜都做了，我炒菜，我刷碗，你干啥了？你啥都没干。我进厨房洗菜了吗？不是。洗菜，我跟房东出去聊会儿天，那么点时间你就洗完了，菜梗子上还有泥呢，那叫洗菜。那我要是洗不干净，你就重新再洗一遍不就完了吗？是啊，不重新洗咋吃啊？主要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是嫌弃你不会做饭，也不是嫌弃你就是不做家务，我只是想着，在我朋友面前，你起码你跟我在厨房里边，就咱俩一起忙活，给他一种你挺贤惠的这种感觉。我希望把你塑造这么个形象，是这么想的。那我还想给他塑造那种就是他特别疼女朋友，然后自己在厨房做饭还特别好吃的那种好男人的形象呢。哦，你们俩都是塑造派的啊，结果谁都没完成。这个算打平手，就是我哥们儿来了，你要在哥面前表现的特别的贤惠，对吧？只是表现是吧？就行了是吧？对，我只是想表现一下就行，不要求他真的那么勤快啊。对，不要求。平常是不是那个他不太爱干家务啊，小伙？对。哦。我不太喜欢就是刷碗和炒菜啊。那你喜欢干嘛呀？打扫房子我还是可以。那还行啊。还有就是每回咱出去的话，我都习惯就是提前把火车票订好，然后提前半个多小时到火车站。然后把住的地方还有去哪玩，包括门票时间都规划一下。但是他呢就比较喜欢随遇而安，到时到了那个地方再临时再找。这样我们就经常就是有一些赶不上时间、赶不上火车的情况出现。那我不是觉得，你看你都出去玩了，当然要放松，你还天天赶那个点儿，没事火急火燎的，这个时间逛那个景点，那个时间逛这个景点，你就恨不得连去景点吃什么你都谋划好了，那你到去了之后什么惊喜也没有了。上回我听你的，咱没做计划对吧？有地儿住吗？在网吧待一宿，多累呀！第二天还怎么玩啊？那你每次都不给我拍照？对呀，我们一起出去玩就是旅游嘛，总得要拍点照片发朋友圈秀个恩爱什么的。完了，我姿势都在那儿摆好了，等半天了，然后他也不给我拍，就扭扭捏捏的说什么人多啦，或者是也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得丑还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就是不给我拍。然后回去了之后，那个朋友跟我说你们去哪儿玩了吧？那个有照片吗？我看一下。我都没办法给人家拿呀，没有我俩的合照，然后也没给我拍。主要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出去玩的话，你想现在基本上谁出去玩都会照片，发个微信里发朋友圈，发个9宫格，我都感觉特别的没意思。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了，你看到那儿好，你就咔啪拍张照片，
然后你就换地方了，换景点了。我感觉还不如自己就是旅游嘛，就是身心投入进去嘛，投入大自然嘛。咱就去多看，然后照片的话，你要朋友非跟你要，网上也有的是照片啊，比咱拍的也好啊。那网上照片能跟你自己拍的一样吗？那网上照片我把自己 P 上去，还是把咱俩合照 P 上去？那咱俩也没有几张合照呀，连 P 都没法 P。还有就是每回都，我就等你等的时间就太长，就我俩在学校的时候说8点到食堂，然后让我8点到那儿给他买上饺子，然后他8点半才到那儿，那饺子都坨了，还说我要早了。我7点50就到那儿，我就开始等你，就一直等。你就等我去了再要饺子，你干嘛那么着急要饺子呀？再说女生谁出门了还不收拾收拾拾到拾到？那你愿意看见我每天邋里邋遢的跟你走在一起啊？我不是想着你怕烫吗？就早点给你要上，到时候就凉了。我还断不了给你把饺子颠一颠，就怕它坨了，但是最后还是坨了，因为时间放太长了。后来他到外边实习，离得挺远的，我们俩出去玩，我都告诉他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开始洗漱，然后后来就骑着电车到他们学校，然后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下来。我不是不能等你，就是时间真的是有点太长了，有时候。那我已经在改了吗？我后来时间不是已经缩短的很短了。再说了，哪个就是男孩子不会等女孩子呀？更何况是女朋友，等一下又不会少块肉什么的啊。所以女生今天你是来干嘛的？我还挺恍惚的。我就是觉得他那俩毛病改不了，所以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儿了。反正你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你还跟他解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干嘛呀？我跟他说过好几次了吗？不是，还是舍不得吧？啊，哎，我再问问你啊，你父亲也是一直在喝酒吗？他现在戒了。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戒呀？我打算跟他差不多年龄时候戒。你父亲今年，我爸40多了，戒酒了，为什么呀？年纪开始奔5了，说就是说戒酒，就俩字戒酒，然后就戒了。因为发生了什么呀？戒酒了？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决定吧。啊，说戒就戒了。那你能不能为这姑娘戒酒啊，或者为你自己？主要是我要说戒就戒倒也可以，主要我们现在吧，我也刚开始工作，以后肯定你出去干啥的，不喝酒总是感觉就是还是不太好的。所以你这次想跟他分手，到底是因为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你把它说出来给他听。最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是喝酒，一个是朋友吧，反正。明白了，这2件事儿其实是一件事儿。对，因为他就是。你一会儿让老师给你分析啊。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是到40多岁才打算戒酒是吗？你看，这个不是硬性的。你觉得喝酒好是吗？耽误事儿吗？不耽误事。但是你现在已经耽误事儿了，女朋友不乐意呀。我觉得情侣之间的很多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听起来不算事儿的事儿，但在他们心里都是耿耿于怀，比天都大的事儿。一直要闹到分手的时候，可能你才会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小事儿真的影响了感情？我想男生可能你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吧？你今天愿意在这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挽回这段感情，我相信你肯定也冷静下来，要想一想这个事儿。但是我是觉得，不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在这儿做一番恳求，就真的可以挽回你们之间的当初的那份感情。事实上，未来很长，即便是今天你们俩在这儿达成一致了，相互拥抱了，未来还有很多日子，你们必须面对你的喝酒，然后他的懒惰，这都是日复一日的要在生活里积累的，不会像我们想象的，像当初四目交投一瞬间，情感一下迸发出来，或者像今天这样感动的瞬间，我们再次拥抱，又牵手回到过去的生活里就可以解决的。日子太长了，太琐碎了，所有的时间可能会消磨我们曾经的那种感觉。我相信还是要从彼此介意的那些方面开始修正吧。我们希望修正对方，但是我们也要修正自己，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好，
谢谢周老师，白老师。我其实觉着，男孩子，你有没有听懂这个女朋友她特别介意的是什么？她特别介意的就是她永远要做千年老二，她要在酒的后边做第二位，她要在朋友的面前做第二位，她要在你的很多很多的特殊的自己的一些习惯那些上面去做第二位，她永远要做第二位，你不在乎她。你说你40多岁戒酒，您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丈夫的健康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晚年，意味着生活，意味着幸福，这一切的东西都有保障。所以连这个东西您都不能够给予您的女朋友一个哪怕是态度上的承诺，这一看就是根本就没有去把女孩子放在你的心尖尖上。所以我觉得你到底有多爱她，我没看出来呀，就是嘴上一句话。然后这位女孩子，我觉得如果她不把你搁在第一位，咱就不要她。真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自尊的一种状态才好，好吧？谢谢二位，谢谢白老师啊，来，你们两个人之间感情2大问题啊。先说第一个，两个人都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愿意在朋友面前展现我是什么，就是妻子是那种可以跟我一起操持厨房什么什么，然后女方是啊我要表现出什么她就是照顾我的老公的那样，你俩干嘛演戏呢？就你明明在家里就没那个地位，人家就根本没把你宠上天，你在他朋友面前演的宠上天有用吗？最后吃苦受累的是你自己呀，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所以不要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再者说朋友的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舞台上经常会出现，就说带朋友和带女朋友是一样的。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会说，如果带女朋友和自己的朋友都毫无差别的话，你还跟他交往什么呀？您这个好不一样，还不如朋友呢。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姑娘，那你还赖着他干什么呀？当然我不是说就是劝你们分啊，我只是说给你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但是你要看到对方，我想让他改变什么，那我也同样要改变什么，要得到的你就得先付出。同样同理送给你哈。好，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在每一次谈感情的时候，不是谈付出，就是谈改变，要么就是索取。但其实我认为两个人之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花时间去研究它，去琢磨这个人。但是事实上，在感情生活当中，很少有一个人会花很长时间去琢磨一个人，去研究一个人他到底想要什么，就是俗称的懂他。我有的时候在想，是女人更容易懂，还是男人更容易懂？虽然都说女人心海底针，但其实女人要容易懂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本身内心是渴望男人要懂自己的。你别看她老是欲擒故纵，其实都是在一步一步的引导男人走入自己的内心深处。但是男人就比较难懂，因为男人不想让女人一眼看透，所以要故作深沉。很多男人是特别害怕女人看懂自己，好像显得自己太浅薄一样，所以他喜欢那些所谓要面子的事情，让你来配合他演出。但其实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去好好的去琢磨一下对方，研究一下对方，对方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愁眉苦脸，对方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较真儿。其实如果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研究，你往往会事半功倍。所以其实我是建议你们俩都好好的去想想对方在意的是什么，这个人他到底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就像一件艺术品或者一道题一样去研究它。去研究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能找到非常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就是用脑子用心在谈恋爱，而不是用情绪在谈恋爱，在要挟对方，对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
如果你们要觉得涂老师说的你们琢磨不清楚，研究不清楚对方的话，你们研究一下自己到底要什么，这个简单。我研究不出别人，我研究自己是特简单的。为什么喝酒啊？你自己问你自己。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这个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老师们都讲了，其实在这个题里面，我最大的感受是关于喝酒的问题，这个挺可怕的，就怎么一直喝下去。那基本要成瘾嘛，天天都喝不就是成瘾吗？你再喝的少嘛，再多点就是酗酒嘛，酒精依赖嘛。就无论如何要先把酒戒了。我觉得我只从健康的角度说，因为当健康问题出现的时候，什么爱的问题都属于小问题，这个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你有意识吗？你看他20几，23，你看他23岁这个腹围状态，喝吗？你可以跟你爹好，他爹其实才40多，你应该问问你爸为什么戒了酒。你回家跟他好好聊聊，不戒酒，别跟他好，听明白了？其他的没有，老师们都分析到了，说的也很准确。这就是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分析自己的一个原因。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嫁一个老公，白老师也说了，我希望我这老公活得长点吧，不能说我不喝酒，他强迫我喝酒的吧，这不是你要的吧？你把自己想清楚，那你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嘛。男生你自己考虑吧。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咱俩在一起3年了，我今天站在台上，我把对你的意见说了，你把对我的意见说了，几位老师也给咱们分析了，我感觉我愿意为你做改变，我也不要求你刷碗，也不要求你做饭，也不要求你改变，我先改变我自己。你站那儿别动，我朝着你走。哎，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啊。当他说完，你站那儿别动，我一直朝着你走，女生那嘴都笑到这儿了。所以过去人家说，理性的谈恋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现在好多女生也好，男生也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特简单，要的就是那种感觉。有些人说要什么，我不就要一个感觉吗？这个感觉可能就是一句什么样的话，马上就被打动了，其他的东西又不考虑了。请开门。你这酒的问题真的好好考虑一下啊！你们还年轻呢，未来路还很长。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好了，也亮灯吧。争取把酒戒了啊！谢谢你们，请回。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爱情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只要你们幸福就好。有网友提问说，我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城市女孩，一直由我母亲和母亲的家人带大。去年我姨给我介绍了一个比我小3岁的农村男孩，他也是单亲家庭，由他父亲带大。他是一个慢性格的人，而我是一个比较性格急的人。有的时候我也老挑他的毛病，可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像管儿子一样。我自己希望找一个思想成熟的男人，他只是宠爱我、老实的男人。我的家里人和我的闺蜜也都看不上他，以至
于我2月份的婚期都把婚给退了，我想问问老师，这个男孩是不是适合我？其实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你在问他到底爱不爱我一样。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你给自己已经设定了一个未来丈夫的标准，而他显然不符合你的标准，到底该何去何从，你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祝你幸福吧！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